我用逢魔石王表盘交换了校花的帝皇铠甲腰带。见状，学院众师生都骂我脑子有病。要知道，逢魔石王俗称时间的王者，不仅拥有超强的恢复力以及战斗力，更是能任意叠加其他假面骑士的力量为自身所。而帝皇铠甲虽与逢魔石王平齐为3S 级铠甲，但却因光阴铠甲系列在这个世界无人成功使用，所以铠甲勇士系列中的所有召唤腰带都被众人誉为垃圾。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毫不犹豫与校花进行了交换。原本还处于极度失望的校花姚思洛，在听闻我要与他交换时，顿时失态地抓住了我的右手。刘明，你当真要跟我交换？我看姚思洛一副不相信的神态，立马调侃道：当真？如果你说一句准嘟假嘟，我直接就给你。姚思洛听闻更加懵逼了。我见他懵逼的样子，很是无奈，于是我简单粗暴地将逢魔石王的驱动器丢了过去。姚思洛见我玩真的，他慢慢递出5行腰带道：你可要想好，光阴铠甲无法被召唤，而你给我的可是当世最强铠甲。我一把将5行腰带扯了过来，女孩子要学会沉默是金，快召唤吧。此时我虽拿到了5行腰带，但却依旧能感觉到逢魔石王的力量在召唤着我。估计只有姚思洛召唤了逢魔石王，才能打断逢魔的念头。于是我急忙催促道：还想啥呢？赶紧召唤试试！说完，我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觉醒台。姚思洛见状，擦干眼泪，将石王腰带放在了腰上。强大的能量顺着驱动器向外爆发，仅仅刹那间就将特制的看台震出一个深坑，而周围的人也被逼退10几米远。看到姚思洛成功变身，我嘴角上扬，这该死的中二气息，好在是腰带发出来的，要不然这妹子得人生第2次社死。此时胖子王冬瓜凑了过来：刘哥，你是真牛蛙，你待会什么打算？现在焦点不是我了，我去外面的网吧上网，等你召唤完来找我。说完，我便不再理会众人的眼神，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当我把逢魔石王的召唤器交给姚思洛的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会恢复之前的屌丝形象。人们喜欢强者，才不会在意我是谁做过什么，但废物是众人所排斥的。我这一番操作也在网上被闹得沸沸扬扬，笑死我了。铠甲降临蓝星几百年，第一次见到有拿逢魔换光影铠甲的沙雕。家人们，谁懂啊？竟然有人拿逢魔换帝皇，难道是拿着召唤器去拍特摄剧吗？离校之后的我并没有去上网，而是根据脑海中的记忆找到了附近的一家 KTV， 付了1个小时的小包间费用。我将房间内的音响开至最大，随便点了几首凤凰传奇的热血音乐，便坐到了角落里。在确认外面没有人来后，我慢慢举起腰带，虽不确定是否能成功召唤帝皇铠甲，但内心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来自华夏的血脉涌动，让我有十足的信心。正当我打算大声喊出帝皇铠甲合体的时候，手机就弹出了2条很醒目的新闻：快跑！赤城超能2中附近西3街出现怪物，超能2中。我看到标题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随着异世界扩张到了人类城市内部，他们肯定能获取有关铠甲的部分信息。现在又是召唤铠甲的时间段，他们便能趁机闯入超能2中大肆破坏，想用极小的代价换走10几个铠甲的最新召唤人。我一搏单车变摩托，新召唤人没有经历过大量的训练，如果级别不高，召唤出来的铠甲战斗水准和续航会很差劲。想到此处，我顿时灵光一闪，正好拿这些怪物练手。随后我拔下与腰带配套的太极项链，精准扣在5行腰带正中央。帝皇铠甲合体，堪比太阳的强光一闪而逝，我则被这股力量传送了出去。此时的西3街道上，行人都在恐慌地四散逃亡，而那些怪物则目标明确，直奔超能2中。西3街距离超能2中仅隔3条街，最多10分钟就能横跨过去。而此时的超能2中附近并没有任何戒备力量，赤城保卫局在接到求助电话后便立刻出警支援，但要想制止怪兽，恐怕有些来不及。只见那长着马头的怪兽不断发射出光弹，破坏着城市。天空突然传来战斗直升机的盘旋声，退回异世界，这是命令不是协商，否则就会将你消灭。在以往的情况中，一些怪物为了不被消灭，他们都会向人类发起投降，乖乖回到了异世界传送门里，并且永久关闭了那一处的通道。所以每次见到怪物，人类会以谈判的姿态发起警告。可显然这一次并没有成功。只见那怪物双眼周围温度骤升，瞬间凝聚出了2团能量激射而出。战斗直升机作为前锋支援，没有强大的火力，更何况这里是市中心，热武器没办法随意释放，很容易造成大面积平民伤亡。迫不得已，飞机拉高距离，用机枪来阻拦怪兽的步伐，请求铠甲支援。怪物没有灵智，应当是地级普通怪兽，他已经逼近2中大门口了，我们无法形成有效拦截。就在驾驶员请求支援的间隙，一发能量弹击中了直升机的尾翼，飞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2位驾驶员不得不跳下飞机。来世我一定要成为铠甲。2人闭上双眼，坦然面对摔死的下场。忽然一阵刺眼的金光笼罩大地，2人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牢牢抓住，下一刻他们出现在了一片空地上。是哪位铠甲？虫皇狮王吗？不对啊，赤城没有虫皇，而金光之中正是我。终于赶上了。由于第一次召唤铠甲，我不太熟悉使用方式，只能模仿特摄剧里的操作。好在难度不高，我安稳落地，摸了摸胸口的盾牌，笑着说：果然我天生就拥有最纯正的5行血脉，居然召唤的是终极帝皇铠甲。几分钟前，我在 KTV 尝试召唤帝皇铠甲，没成想我的血脉与召唤器完美融合，帝皇所拥有的光芒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充斥在我的体内，5行血脉也泾渭分明的在体内流动。魔马兽，我认的这个作恶的怪物，它出自铠甲勇士特摄剧第1部中，是影霸改造出来的低级异能兽。
看到异能兽，我不禁觉得光影铠甲无法被使用的事情可能有猫腻，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好乱说。初来乍到这个世界，还是要多多观察，低调行事的好。魔马兽见到我，居然畏惧不前，产生了退却的想法，随后拎着武器转身就要往回跑。我眉头一皱，血脉压制吗？而这一幕直接看呆了藏在远处的围观群众。这是哪套铠甲？感觉从没见过。谁知道呢？应当是排行 S 级的虫皇狮王，只有他携带金光特效。也是哦，支援速度明显要比其他铠甲快上很多，肯定是虫皇狮王。特摄剧给你的设定是速度极快，那我便来试一试到底有多快。我深呼吸，一步踏出，眨眼间就瞬移到了魔马兽面前。魔马兽早有察觉，举起那枚骷髅盾牌，然而他却低估了我的力量。砰的一声，地级怪物魔马兽当场化为齑粉。与特摄剧不同的是，死后并没有出现卡片。原本躲藏在周围的群众见状，拍着掌声走了出来。可还没等靠近，我便瞬间离开了原地，回到 KTV 中。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双手，不愧是最强的光影铠甲。初次召唤前后不到3分钟就让我身体掏空，难怪铠甲一里向阳每次召唤帝皇都会陷入好长一段时间的虚弱期。看来我得加强身体锻炼了。看了眼时间，我扶着墙去网吧与王冬瓜会合。本次召唤仪式，最终仅有40人获得了 EF 级无盔甲的强化力量。C 级召唤者诞生了2位，都是11班的学生，一个龙骑，一个甲斗。后面班级的情况不太乐观，全校除了你和校花2人召唤了 S 级，就连 D 级及以上都没有再出现。精英班的老师们脸都快拉到地上了。王冬瓜给我讲述我离开后的铠甲召唤情况。咱们班呢？王冬瓜摆摆手无语道，有 D 级，还是2个，都在咱们班。丁宇召唤了 D 级铠甲初代，他的小跟班朱小磊召唤的也是 D 级铠甲。这2人好装啊，不知道的以为他俩召唤的是 S 级呢。对了，刘哥，你为什么把冯魔让给姚思洛呀？要是为了钱，你大可来找我呀，难不成他和你有什么交易？滚蛋！我反问一句，你召唤到了什么？王冬瓜抓了抓头，什么也没召唤到。我也想召唤光影铠甲来着，但没成功。有没有可能是你太胖了，穿不了铠甲？王冬瓜愣了几秒，紧接着我就借口回到家中，似乎是帝皇在与我相互适应的原因。沐浴太阳，我的体力就会迅速恢复。走到家，我的体力便已经恢复如初。房子是原宿主妈妈生前留下来的。拧动钥匙推开铁门，一股浓郁刺鼻的劣质酒精味飘进我的鼻孔。我刚迈开步子，就踢到了一个玻璃瓶。靠近窗台角落的垃圾堆里爬出一个邋遢汉子，酒没了，去给老子再买点。男人对我发号施令道。我凝着双眼，爸，别喝了，我成功召唤铠甲了。邋遢汉子不屑道，有什么用？光影铠甲连废物都不如，抓紧去给老子买酒。汉子晃晃悠悠的走过来，一把推开我，放着无敌的冯魔不要，非要跑去换帝皇。那女的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你凭什么觉得我不能召唤帝皇？换做路人这么说，我只会觉得很可笑。但面前的汉子是我的父亲，如果连最亲近的人都不信我，召唤出再强大的铠甲也是无用。我不是废物，帝皇也不是，他是最强铠甲。大概以前的刘明从没有和邋遢汉子比过嘴，态度一直处于弱势。当刘明放大声音后，汉子瞳孔不由得皱缩，嚷嚷道：“向我证明！”我沉着脸一字一句道：“成熟的铠甲勇士是不会被过去打败的。抛开所有的压力和杂念，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帝皇铠甲合体！”刹那间，漆黑的房屋仿佛装进了一轮太阳，一切电子设备都受到了磁场干扰，尽数失效。1.85米的强壮铠甲站在汉子面前，用一种无可匹敌的王者风范俯视着他。汉子浑身一哆嗦，止不住的颤抖。光影铠甲竟然召唤成功了，在他看来，这无异于中了100亿的彩票。我儿世界独一份，汉子老泪纵横。不过我没有维持太久，我不敢保证此时此刻散发的能量立场是否会被大强者或是国家异能机构所探测到。更关键的原因是我有点虚。老爸，我能召唤帝皇铠甲的事情不要宣扬。虽然终极帝皇很强大，但是我还很弱小，没有办法撑起王者级的铠甲。我简单嘱托道，目前网络上到处都是我是废物的新闻。按照我的理解来说，铠甲的级别与宿主自身拥有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也就是铠甲级别越高，消耗宿主的精神力量、肉身力量就越严重。若是想真正掌控一副强大的铠甲，对于召唤者身体素质的要求就极高。当然，我可以找天道代打，可天道不是没事干的大闲人，不然怎么会让向阳落入黑帝的手中？这时邋遢汉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点了点头。光宗耀祖，我这就去告诉你妈去。我回到房间开始研究起了帝皇铠甲。第一次召唤就能召唤终极帝皇铠甲，那是不是代表我的五行血脉纯度为100%？我记得凯一中召唤人实力划分依靠的是血脉浓度。毫不夸张的说，向阳之所以可以不用借助腰带变身，就是因为他的五行血脉比其他召唤人都要高，而五行血脉其实是可以提升的。那位炎龙铠甲的召唤者星南，最初血脉浓度只有50%，低于50高于30区间的话，只能召唤铠甲使用副武器，就连必杀技都没办法释放。随着战斗次数增加，星南越来越强，他的五行血脉也增加到了80%，要比其他召唤人高出10%。这也正是大决战时他能成为合体帝皇铠甲的主导意志的原因。既然铠甲设定都差不多，我认为血脉等理论应当也是存在。如果我的血脉为100%纯粹，那么最次也和那位向阳处在同一水平线。我坐在床上拉起窗帘，闭上眼，心中默念帝皇铠甲，瞬间就有了反应。我感知到来自太阳的光芒想要不断的涌入身体，果然我能不借助腰带就变身。不过帝皇铠甲固然强大，但我该怎样强化自身呢？大电影里子阳的训练方式很朴素，
就是简单的打沙袋，增加力量和耐性。但蓝星的修行方式绝对没那么朴素。我记得关圆圆说过，召唤者会在几天后进入由铠甲前辈们开辟的异世界空间去历练，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如果有迅速增强肉身的道具或者灵丹妙药，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时我突然想起，帝皇铠甲的力量来源是阳光，那么会不会我沐浴在阳光下就会变强？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我先是去了趟班级，此时班里空无一人。蓝星的异能学校与普通学校不同，不以学习为主，学生的强化训练才是重中之重。很快我就来到了操场，到了操场已经有3、5个人在热身了，几人穿着背心短裤，他们是学校保卫队的学生，主要任务便是负责学校的安全问题。老大，你是1级铠甲力量，长期的训练是不是已经让你满足参加兵制部的审核测试了呀？矮个子寸头戴着耳钉的学生问道。5人中央的站着的肌肉男秀了秀肌肉，那是必然，到时候我就能穿戴兵制部分配的铠甲，到时候偷偷给你们玩玩。老大威武！突然一个混混说道，那个小子是不是昨天的刘明？几人回过头，就见到一个瘦弱的少年正在热身，没有勇气接受逢魔的弱者，像他这样的垃圾也配来我们保卫队的地盘？走，我们去会会他。只见领头的肌肉男周明挡在我面前嘲讽道，你为了讨好校花姚思洛公然放弃逢魔狮王，所以你不配来这里锻炼，操场不欢迎弱者与舔狗。我明白周明拥有1级铠甲的力量，虽不能变身铠甲，但各项数据都要远超常人，我现在还是普通人的体质，挨上一拳就得被打断骨头，只能竭力闪躲。可周明凭借速度优势很快就贴近了我。不好，帝皇铠甲！我召唤帝皇的念头刚冒出来，我赫然发现周明保持挥拳的姿势不动了，周遭的时间也出现了停滞现象。逢魔狮王，果然，姚思洛赶在时停能力结束前将我拉到了一旁，并且一气呵成解体逢魔。而周明恢复动力时，由于惯性没站稳，直接扑了个狗啃屎。在见到来人是拥有逢魔狮王的校花后，立马逃离现场。这时我不解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找我？”姚思洛则挽起头发轻声道：“昨天谢谢了。”我随口回道：“互利共赢而已，没必要谢我。”姚思洛愣了1秒，帝皇铠甲无法被召唤。我知道当时你是看出来我的内心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愿意救我一命。事实你无法狡辩。我挑挑眉，姚小姐，你的脑补能力当真是所罕见。我接受你的谢意，没事的话我就进班了。见状，姚思洛沉声说道：“学校今天要成立铠甲班了，里面没有你的名字。”听闻我瞬间一喜，因为这样就没有人会再去关注我，不管我接下来怎么变强，都不用担心过早暴露光影铠甲能被召唤的秘密。可下一秒，姚思洛却露出一抹微笑。不过铠甲班的项目一直都是我家在投资，所以我让我父亲把你拉进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晕厥过去。不用谢我，这是你应得的。铠甲班见。姚思洛昂起头，心情美美的回了11班，只留下我在风中凌乱。很快，班主任就在课堂上通知了铠甲班的名单。在读到我的死党王冬瓜时，即便他没有召唤出铠甲，众人也没有惊讶，因为他的家族存在超能力。而在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死对头丁宇第一个出来反对，随即在几个班委的煽风点火下，嫉妒心极强的同学揭竿而起。我侧着头看他们争吵，有一瞬间我都觉得这群同学是携带贪嗔痴3毒的幽冥魔。早知道召唤雅塔莱斯了，直接化身端木大将军。这时班主任关圆圆用手猛地敲桌子，安静，上头自有他们的安排。刚才我念到的几位同学收拾东西，下午6点半图书馆后面的铠甲学院见。很快到了周6下午，进入铠甲班后，我竟被安排和校花姚思洛做了同桌，并且还得知他和逢魔狮王的契合度已经达到了10%。突然一名中年男子进入课堂，男子扫视全班，用自身气场震慑众人。1秒过后，班级安静了许多。我是你们铠甲班的班主任吴刚。A 级铠甲 Face 爆裂。铠甲学院顾名思义，里面的学员无一不是召唤人或是强化者。今天你们将被传送到异空间，里面珍宝无数，藏着每位铠甲的专属武器与配套功法。如果能得到，那么铠甲的力量就要翻上一番。根据以往的召唤者带回来的信息，超能2中将区域大致分成4块，分别是荒凉边缘和生命体位进化的西北方，魔物不断的东南角，以及很少被探查，也就是可能藏有宝贝的中心区域简区。再给你们透露一个学校机密，第1层和第3层异空间分别有3个再度召唤铠甲的名额，而获得名额的途径就是打败古灵中曾经杀死过铠甲的怪物，他们身上残留着铠甲的意志，只要你们能与之产生共鸣，那么你将获得这位铠甲的传承。我不知道像这种强大的怪物有多少只，我只知道就你们这熊样一个人搞不定，必须得组队。传送台位置有规定，一个队伍2到5人。在进入古灵后，设法与铠甲班的同学会合。吴刚看似不拿这群学生当回事，可心里比谁都着急。想了半天，他拍着胸脯嘱咐道：“忘了告诉你们，异空间开启不只有咱们超能2中的召唤者，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召唤者们都有资格参加。我的意思是，人类往往比怪物更可怕，注意防范其他学校国家的人。现在任命姚思洛同学为班长，他的实力最强，你们到达古灵后可以与他的队伍集合行动。”这时姚思洛走到我面前说道：“刘明，加入我，你把逢魔给了我，作为回报，我会在3次异空间历练中保护你，直到你重新召唤铠甲。”我指着最后一桌的王冬瓜：“我加入你了。”我兄弟怎么办？我之所以拒绝他，一是不想和姚思洛走得太近，姚思洛是大家族出身，背后盯着的势力太多，会大大提高帝皇铠甲能被召唤的曝光概率。第2个原因就是我想给好兄弟争取一下召唤铠甲的名额。很快众人进入了异空间，睁开眼我发现面前一片黑暗，我明白这里应该是迷雾森林。随后我和胖子向前慢慢摸索，我边走边分析：胖子你看，道路2旁的大树直径
都有10米那么粗，并且没有魔物出没。看来我们很幸运，来到了荒凉地区。胖子漫不经心接话茬道：“是在中心区也说不定呢。”就在胖子侧身找饮料的时候，走偏了路线，撞到了一个巨物上。我回头照亮视野，注意安全。等等，绿色的空壳，长得像茧壳。你丫的嘴开过光吧？我们好像中奖了。胖子小心脏砰砰乱跳。刘哥，你是说我们被传送到了茧区？我摸索着茧鞘，不以为然道：“对，拜你所赐，这把高端局。”我凑到茧鞘缝隙前观察了一下，内部正有一个风干的骷髅。胖子看到骷髅，立马呕吐起来。刘哥，我们会不会死在这？我深吸口气，向着茧壳上部看去。茧壳上方应当是有根茎连接，可是根茎枯萎，在茧壳的正上方断掉了。那这具白骨至少存在几年了，所以暂时应该没有危险。与此同时，在另一半东南角某片区域，姚斯洛带着4个 F 级的强化者降临到了充满杀戮的战场之上。班长，好像是东南角魔物最多的地方。身旁扎着双马尾的软妹子怯懦道。姚斯洛拿出逢魔驱动器，正合我意。突然，姚斯洛看到前方树下躺着几个尸体，他独自过去查看，断定道：他们几人是在我们来之前不久断气，身上的温度还没降下来。双马尾萌妹子依偎在姚斯洛身后，附近没有魔物的尸体。这3个人难道遇到了强大的 BOSS？ 姚斯洛观察现场好一会，没那么简单。这几人不属于赤城学校的召唤者，具体铠甲等级未知，但我可以肯定，他们是死于人类手中。3人死法各不相同，却都是一击毙命，而且伤口处没有魔物攻击遗留的暗物质能量。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物资全被带走了。看来有狠人带队来猎杀召唤者。另一边，我和胖子由于迷失方向，所以我决定孤身一人先去探探路，摸清茧区的大概轮廓后再决定。随后我试着调动体内储存的光之能量，瞬间淡淡的光芒纵溢出体表，照亮了前方的路况，沿途做好标记。很快我来到了100米开外。既然是中心区域，不应该如此荒凉，总觉得有古怪。我分明察觉身处的这片区域有一个均匀呼吸的声音，那呼吸声很微妙，没有实质分贝，更像是在用精神传递声音。可不管我怎么寻找，感知都无法精准锁定那生命的位置。既然如此，我就逼你出来。我根据多年特摄剧迷的经验猜想，一开始抛头露面却又藏在暗处的怪物绝对有所图谋，不然像我这种落单的人，没道理会放过我。所以我认为此时的怪物处于虚弱期，直接将能量汇聚拳头之上，猛地向地上砸去。然而回应我的却是胖子的呼救声：“刘哥救我！”见状我没有丝毫犹豫，掉头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胖子的位置。只见胖子遭到了一群黑人包围，华夏的召唤者居然是没有铠甲力量的废人，吃这么胖，他肯定塞不进铠甲。嘲讽声不绝于耳，关键是这群人拿着长刀架在胖子的脖子上，把小胖子都快吓尿了。不管了，把他宰了吧。15天时间，我们准备的食物可不多，肥是肥了点，为了完成任务，总比饿着强。胖子家境好，精通许多国家的语言，对面也没想到他们的交谈，胖子都听懂了。刘哥，你千万别回来，下辈子我一定要做个瘦瘦的人，召唤铠甲弄死你们！黑人手起刀落，金黄色的5行腰带在空中悬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震飞了持刀者。什么人敢多管闲事？4个人亮出黝黑的肌肉，快警惕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吗？我蹲在一棵大树的枝干上，目光凌厉地盯着他们。他说什么？黑人队长迷茫地问道。一个懂些汉语的黑人同伴翻译道：他说要。听闻黑人队长瞬间暴怒，把这瘦猴子一块弄死。可紧接着黑人队长就不屑地轻喝一声：“5行腰带，他是华夏那个用逢魔石王换光影铠甲的傻子。”听到这话，那5人居然立刻就不紧张了，原来又是一个废物。刘哥，他们说你是虚狗，我直接就把脸拉下来了。这句话不用翻译，我听出他在骂我了。小猴子，你想怎么样？人群里长得最精壮矮小的黑人话刚说到一半，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直接撞在了一棵大树上，上半身生生嵌了进去，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手掌一合，5行腰带自动回到手上，下一刻便消失了。黑人小队首领一愣，这不可能。紧接着我的校服外套刚刚飘起，又有一人飞出了10几米距离，当场摔死。你不是光阴铠甲召唤者？华夏居然公开直播假的信息，说什么呢？我眼神聚焦在剩余3人拿出强化药水的人身上，我不建议你喝那东西，因为一会你就会吐出来。黑人队长忍无可忍，短短几秒钟他便损失了2名队员，恐怕不是出全力很难取胜。他将2名刚喝下强化药剂的队友向前猛推，自己则拿出了召唤器，那是地级铠甲 Black RX 的太阳升华器。我则迎着2名拔出武器的黑人强化者慢慢走去，与此同时身上光芒乍现，帝王铠甲合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可以现在就回到你的世界，永远不要再来打扰地球上的人类。胖子见状热泪盈眶，我就说光影铠甲是可以召唤的，我不担心胖子会说出去，也不担心这支黑人小队会说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了。几个黑人从没见过帝皇铠甲，当充满皇者霸道气场的帝皇铠甲突兀出现后，他们只认为又有新的铠甲诞生了，却不曾考虑这真的是光影铠甲。2个黑人肌肉求结，喝下强化药水，力量与速度直接翻倍，左右夹击，不要被这铠甲的帅气样子吓到，极有可能是华夏新研制的人造铠甲，比我们强大不了多少，这我当然知道。看来这小子没少做功课，知道光影铠甲无法召唤，居然让人为他打造了一副人造铠甲，那就试一试我的拳头吧。黑人强化者的拳头轰击在我的胸口盾牌上，响起一阵清脆的回音，就好像拳头锤在了最优质的金属上发出来。另一人趁我注意力分散，谋足全身力气甩出了他那特制的狼牙棒，可是狼牙棒与使用者的手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冷哼一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当狼牙棒与我接触的刹那，瞬间化成了粉末，包括使用者的手与关键内脏。一声尖叫响彻茧区，转头时我又轻轻握
握住第一个人的拳头，直接将黑人强化者活活疼死了。RX 到你了，召唤太阳之子的黑人，穿着以蝗虫为原型绿黑混色铠甲，严阵以待。人造铠甲是打不过地级铠甲的，这点你难道不知道？废话真多。我双手在胸前交叉划过，直接瞬移到了 RX 身前。7步之外，地皇快；7步之内，地皇又强又快。听说太阳之子在有太阳的场合拥有秒治愈的能力。让我见识见识！我粗暴地砸下一拳，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威猛无比。实在是双方铠甲等级悬殊太大 ，RX 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我的一拳砸在了脑壳上。我的 RX 强大的恢复力超乎你想。话音未落 ，RX 的头顶居然出现了一条裂纹，随后还没有出手的黑人召唤者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恢复能力果然强大，不然你已经死了。我说话时夹带着微微的颤抖，肾上腺素在我体内飙升，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胖子，你喜欢 RX 吗？我转头问道。胖子晃着那张大饼脸回答：不喜欢。我觉得能被召唤出来的铠甲颜值高的少之又少，都没光影铠甲帅气。好，那我知道了。我想着的是，如果胖子喜欢这套铠甲，我就带着黑人召唤者去找怪物，然后让怪物把它吃掉，再帮助胖子斩杀怪物。虽然做法有些残忍，可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如果这几人遇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没有反抗之力的其他学生，那这群学生就会被无情杀害。黑人突然抱住我的腿，叽里呱啦说了好长一段话。我眼睛一闭，强大的地皇铠甲终结了 RX 召唤者的生命。胖子简直三观都被颠覆了，踉跄起身。刘哥，你想夸我什么？别吝啬。解体的我对着胖子说道。胖子悠悠道：这哥们刚才说愿意出500万，让你手下留情放他一马。我直接眼前一黑，只觉得天塌了，捂着心脏处，这钱你得付给我。我明白黑人召唤者绝对不止一队人马，若是知道这群家伙的目的，出去汇报给学校，说不定还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这时胖子说道：好像他们说来到异空间是为了什么任务，似乎是寻找什么终极修罗铠甲。想提前看《帝皇腰带》这本书的宝子们，可点击左下角下载起点读书，然后搜索帝皇腰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